我那边我有准备有一些书啦，等下大家那个有兴趣可以那个欢迎，就是跟大家结缘。哎，我想那公就有些事情，我也是老实跟你讲啊，我从高中去台北读书，我也是其实我真的跟你讲，我是非常老实的人哎，所以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啊。哦，我有讲一个讲一个比较轻松，我跟我师傅互动的例子。像我们师傅，我师傅98年已经往生了嘛，我是等于我是95年那个离开的嘛，所以等于我从大陆回来没多久他就往生嘛。然后那时候我们进去僧团的时候，你看我85年住进去，都是我们师傅自己带打禅期的啊。我出家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然后我们包括禅修的时候跟师父问问题，都是直接我们师父出来让我们问的，不是说只是一般法师在带。那所以说一次可能有10个人，可是至少我们是直接跟师父可以请问的。那有一次我就跟我师父问嘛，因为我是真的一个很老实的人，我师父教我什么方法，我就是死心塌地用，我不会去自己去碰碰哈，等下去想说我碰到什么境界了什么，我可以讲。我从出家学佛以来，我从来我没有去看过什么境界，因为我从来我没有想到要看啊。的确我也不用去编造这个谎言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师父讲说，我们师父那他就教我们个方法，他说你就体验你的感觉嘛。那我就2、3天以后我就发现说，那奇怪我怎么体验不到我的感觉？它其实就是你的心比较平静嘛，波动很小嘛，它其实是好事啊。可是我就说我是一个就是很老实的人，那我也不会向别人去讲说我进入什么境界了啦，就很高兴啊。你一高兴那个，其实你马上你又不平静了嘛。所以我就是变成我问问题的时候，我本来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啦，所以我就跟师父摇摇头说我没问题。那事实上其实我是一直在问自己说，其实我怎么体验不到我的感觉，而怎么这个方法用不上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师父，我认为我师父看出来，所以他就跟我要把麦克风递给下面的人的时候，师父就马上跟我讲，不行，你要讲话。所以那个旁边又把麦克风拿过来给我，那我就跟我师父讲说，我就是体会不到我的感觉。那这就其实禅修人讲，所以我师父当下就笑了，他就说，没有感觉就是你的感觉啊。他也就说其实你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境界，就你还在追求，就是说不知道说自己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其实一般我们会讲，你有感觉就是很快乐嘛，不然就很痛苦嘛，一般我们都是对立的啊。其实佛法来讲，你有除了快乐痛苦，又一个是没有感觉的。他说这是反而是最好的方式啊。所以他一讲，我马上就懂了。可是我相信我师父他知道我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我不会说伊也未教定，你就自己安尼感觉自己体验到什么境界，然后就开始又怎样？而且你又开始打妄想了。其实我不是我就是停留在那边，奇怪为什么我体会不到的感觉。所以我师父下一场，他突然对大众的开示，他马上就讲这个例子。当然他没有讲我个人，他就讲说有些人都以为说自己什么方法用不上，就没想到其实那时候他就已经在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这样子。所以我意思是说，现在会让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释怀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卡了我那么多年，那我觉得我一直被浪费生命。那我是一个出家人，我有自己的方向，我自己的路要走。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也很诚心讲，你们要什么东西嘛？你们要出家人帮忙什么？你出来讲我可以帮，我们就帮啊。为什么要用这种迫害人的方法？那你可以讲就是因为你的感觉比较敏锐，然后我们拿你来当试验体，把你当那个试验对象啊。问题是，那你也不合法，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变成谋杀？一定要杀人灭口？人家反映了，然后至少我正式写诉讼书状也3年了。那你完全都不知情不知道啊？不可能啦！我跟你说，那不然为什么我越反映，你反而对我越强的攻击？那表示你知道嘛，你就不高兴嘛，对不对？这样当然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是说，我们都尽量能够做到这样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当然他不会跟你沟通他就是你赶快就是往生，然后那个他就这个事情又被那个看下来。问题是你这个事情，我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
碰到，只是有些人他可能他没办法了解到这么多，哦，所以才会说，哎，我今天我也觉得说，一方面时间多，我给的时间太久了，哦，那当然我不是重放，我只是按照诉讼的管道，哦，我也没有再重放了，然后一直拖延，一直拖延，我真的是我已经就是说。我不用公开的方法，我想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对，还有一些种一些共患结构，我想待会就讲到这边啦。总之就是高育仁、高婉倩那边是一个关键，然后跟台南这边嘛，然后跟马英九呢，这也是一个关键。对啊。共患结构。对啊。然后因为我本身我是出家前那一段历程我没有讲，因为我那个历程跟我在台大医院，然后我曾经去桃园工作过，所以整个的确是跟分析起来跟他们那边是有关。啊，可是那个高婉倩、朱立伦那边是跟周美青、马英九绝对有关。啊，另外他又加上郝龙斌嘛，郝龙斌等于也是跟在马英九后面。那他太太是杨明的那个嘛。现在是副校长，阳明大学的校长，他这个都有关啊。你看古野人看出来，我刚刚讲，你要去培养什么人才，或者你要去跟什么这种搞什么关系都，那是你可以讲你的私事啊。问题是跟迫害我一定要迫害我，你才能够帮他们，我就莫名其妙。怎么会是这样？看人家好欺负啊，一路养欺负，而且最主要是我攻击的崔宇珍这个当初他是花莲人嘛，对他应该有改过名字叫崔玉珍，然后他就是马英九要卸任台北市长前，阿姨的同业时段他准备去美国读书啊，而且读书前他把我迫害离开生团，他最后才查到原来是那这个整个联合的加重迫害，跟马英九。崔玉珍是那个女孩子。对啊，就是以前也是在法鼓山出家的。他是那个外省的哦。是不是？听估计我不是很外省音啊，可是有我唔知音阿姐看还是外省的。你本姓啊？我是本姓。本姓。然后这个因为后来又郝龙斌加入来，所以整个就是崔宇珍啊、马英九、郝龙斌啊、高婉倩呀。他们外省人的核心来对跟无多。可是我国民党嘛是啊，你是王金平加马英九，你背国民党的，你根本打这个核心不可能的。问题是我没有球要打进他们，球都来不及了。问题是你也当纠缠呢。那你现在这边什么监控的，还有跟台北市政府有关，那你这样不是很可怕吗？你再一直传下去，你即使坏了台北市长，我一样受害啊。等于布下。对啊，我是觉得说你整个这个事情，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欺负人。那个时间上应该也差不多嘛，是不是大家有想要了解什么？选举没有关系，只是就是纯粹跟大家结缘，然后我自己也要做了这个说明的那个记录，对。
沟通的机会，然后他不敢出现啊，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啊，然后一直就是说那个躲在暗处啊，攻击人啊，都彻底小人啊，他就每个人都是那一种啊，就是伪君子啊，就是小人。那不然，如果那个时间差不多也，其实这个要讲共犯结构就太长了，因为企业方面那个，我想我不愿意讲，就是说，因为依照以前的例子哦，我一讲跟企业有关哦，然后就变成说企业就帮他们花钱买罪，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其实我不愿意讲，因为我觉得说我是要处理事情，那我需要获得。把我的公民权嘛，把我的那个自由权、生命权受到侵害方面都还给我。那还有就是说，对于那个我说那个僧团那一部分，不管是哪一个。佛教团体啊，我是觉得说，你既然自己比如说地方政府、民政局或中国佛教会都讲过，我去问过然后就讲说他们对于宗教个人啊，他们没有那个管理的那个权利，他们就只有那个管理那个宗教团体，那你就不应该再有一个宗教人员的一个摄入啊，甚至包括有些就是还还俗的人。你有什么得恨？就是请问一下，好，那你其他宗教团体寺院，难道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一定要用透过跟马英九这边国家当局用这种窃听切入的方式吗？那你政党更是莫名其妙啊！我从头到尾根本就跟政治没有关系嘛。那你应该，我就说他最主要他们要回避一点就是这样。就说我想大家看过嘛，就是那种很盛大那个法会啊，那如果说像那个有长老嘛，长老那个你即使是高官去跟长老坐在一起，通常还是长老坐在中间嘛。那我觉得他们只是要回避一点啊，那你明明就是用讲直接点，你就是用出家人的东西嘛，出家人的想法嘛，然后你想偷啊，只是想用啊，然后你又故意抹黑我们。然后不用刑法的方法，那我也讲过，我也没有说叫你要刑法，你起码给我们一个你对待公民的平等对待方式，反而我被剥削、被利用，还变成我是比次等公民还不如，真的是他们很多手法前面那个睡眠障碍那边比较没有讲到，就是说他是那个人家讲那个会剥夺你的睡眠可是他调刚刚你开始困尤其。刚入睡半小时，他一定把你吵醒嘛。这个前半小时其实就是跟我们那个内分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帮助你身体恢复。还有一些比较不容易得什么乳癌啊，那个癌症有关。然后他的调刚就是故意吵你呀，然后等到你那个被吵的清醒了，你又不容易睡着，他就故意在闹你。那这都是虐待囚犯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说你真的是手段太凶残了。对，所以我差不多就是补充到这边最主要是说，这种方式都太不人道那你既然没有相关法规说出家众一定要住在僧团，那我也表明我现在回到西营这边，我只是在处理。这个受到迫害的事情，并不是说，老实说，我也没有意愿说什么收信众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过。那你应该要尊重我们个人，我们现在有自己进修的一个机会，应该尊重我们那变成我申请学校，申请国外的学校，他一样把资料然后给其他的那个申请者拿去用反正我刚才那个列举那个很多位都是出国留学的嘛，那就是马英九跟那个教育部那边就变成就是说，讲
较明白一点啦，很多那个送出去留学的，就是反正你就是政党用一些非法手段骗自己的人，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在国外他要帮忙弄什么，他也都很容易啊。其实讲的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嘛。那变成就是说，是不是你再去追溯，你出国去留学的人都是这样子，出去你变成在做党务的工作，就是真的在做党务工作啊。然后国内的人帮你去偷侵权别人的东西，然后再让你拿去什么发表论文，当做自己的那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我一说，这就牵涉到更多造假。那我想这个也重点不在这边了，重点我是在讲到说，我生命权受到迫害的情形嘛，那这对我一个出家人长期受害，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那我希望说当然透过这样的机会，自己就是做一个记录以外呢，那也可以就是说，可以再继续规划后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为。那我想今天就讲到这边。